现在我相信了，你说的梦是真的。你宁愿让梦里的事情都别发生，让你别相信。你是不是还怪我之前不相信？放心吧，以后呢，无论你说什么，你做什么，我都相信你，支持你，好吗？没有怪你呀，我就是觉得特别的无力。说是不是不管我做出什么改变，这个既定的结果都在那儿？怎么会呢？你看之前你说我的腹部会被捅伤，但实际上呢，只是换了另一个人把我的手给划伤了。那你这不也是改变了梦境吗？这算什么改变啊？怎么不算啊？那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遇见我们分开了，你还会选择跟我在一起吗？那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梦见了分手，它不代表是现实，它是一种潜意识的投射，就算是真的，也只是一个片段的过程，但是最终的结果，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。真是。给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在警方的调解下，剧组的人知道是汪师傅，还向法维和我道歉，真的假的？所以过程很曲折，但最终我们的结果是不是圆满的？你的梦也没预知到啊。你每一次预知梦，你知道像什么？就像那个夜航的时候，它上面有那个探测仪，你能够探测出前方它是一个大陆，但是它能把所有的礁石、把所有的岛屿都给探测出来，它不能。但是你能因为这些恐惧，你就放弃了远航，放弃了继续前行，放弃了梦想吗？你不会啊，对不对？不能哭了。还有，夜里以后，不管你能不能看清，不都有我在吗？我帮你去探测，我帮你去试，我试完了你再跟着我走，对吧？那我们的未来，不管伤心、开心、难过，对吧？只要有你在，有我在，未来就是最美好的。哎，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吧，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一直隐藏着没好告诉你。我现在的陆巡，我是从2030年过来的。你那陆巡的等着我回去，我都懒得回去。上次他说的请我，没有这么行。所以我们在一起，那可以抵抗一切厄运，对吧？当然了，你一个变量都可以改变梦境，再加上我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哎，这个戒指替我保管吧，我以后再也不相信预知梦，我只相信你。大家好，我是绿之庭剧组的工作人员代表，在此我要为我之前的不理智行为向莫总和法维的律师们致歉。莫总和法维的律师们替我们起诉了之前的制片方，追讨欠款。莫总还和我们重新签订了服务合同，在此我要为他们的不计前嫌表示感谢。我们千良访客决定惩治绿之庭，我们也会对所有的剧组人员负责，对项目负责，也不会辜负粉丝们的期望。这次的剧组讨薪案呢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工作人员的不容易。法维在线呢，其实不只是一个线上的法律咨询平台，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能注重到法律的重要性，能及时用法律保护自己，保护身边的人。同时呢，我们也马上开启一个新的活动，叫合同帮帮看，给学生啊、老人啊，还有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提供合同审阅的服务，让大家可以及时的保护自己的权益，避免纠纷。
这个 AS 啊，趁你们还没有来得及备份青云的洗钱证据，就派人上来大砸销毁，目的呢，他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啊。之前你们查到的跟青云有关联的工作室啊，这几天也全部注销了。他们还把财务人员袁巧换成吴天，应该是已经把青云计划的账目给做平了。会计事务所呢出了新的报告，原先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被撤销了，但是我们还留了一手。王若谷离婚的资料，当时觉得对起诉 AES 的作用不大，所以钱维就把它放到了保险箱里面。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，王若谷的这个海外账户，不定期就会有不定额的汇款，而且全部都是通过国内不同的账户汇入。个人换汇让不同的人根据购汇限额往同一个账户里面汇款，这相当于什么？只要他们每个人汇款的时间全部都错开，银行想要查出来特别的难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一条，王若谷连扶贫的钱都要克扣，你说这人可不可？贪得无厌。哎呀，真的太可恶了！钱维已经拿到了历年青云计划的资助者名单，顺着王若谷吃空想坑学生钱的事情继续调查下去，一旦立案，青云计划所有的账目都会被重新审计 ，AES 洗钱的事情就绝对瞒不住。我也是刚接手青云计划的财务，学历这么执着，三番两次的约我，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是刚接手，还是从幕后转到明面上，我们都欣赏。我今天之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辩论社的战友，于情于理，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。客套话就不用说了，你想要的我给不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证据不足分量，那为什么之前避而不见，现在却坐在了我的面前呢？还有，之前你也是学法律的，虽然你现在改了行，你应该很知道洗钱的量刑标准是什么。如果你现在去自首的话，你可以争取到5年以下。据我所知，当初贫困生签约后还签订了另一份补充协议。至于这一份联名是否能被采纳作为证据，还有待商榷。虽然你不用吓我。你觉得我手里只有这一份证据吗？如果我没有大量的证据，你觉得我敢坐在这个地方面对面的跟你聊这些东西吗？还有，青云计划与 AES 的关系不言而喻，一旦事发，你公司所有的高层、CEO、董事长、总经办没一个能自保，更何况是下面的人。我作为你之前的学弟，我只想给你一个忠告：别把自己的人生给毁了，别把自己的前途给毁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好好考虑一下。给我点时间。Perfect。行了你啊，你今天都第几杯了？少喝点吧啊！别高兴太早，我跟你说，王若谷他不相信任何人，现在知道你跟于天偷偷见面，他肯定也得怀疑于天。我没骗你，我只是想去套套话，看看他们到底什么情况。那你们见面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说和王若谷见面的这件事情的，说明于田有自保的私心，而且他没有100%的相信王若谷，更何况呢，我还给他看了联名的举报信。举报信我已经看了，这事儿肯定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解决。我不想出卖青云，但我也不想有任何风险，更不想替你们背锅。但是我觉得啊，他应该也不会那么快的抛弃青云，毕竟他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啊。只不过这条绳子确实快断了。
你拿着蓝鹤给你的好处 VES 做事儿，背地里却又贪污 AES 的项目款，你这两面拼，你真把所有人当傻子？我觉得蓝鹤也不傻，他肯定有所察觉。你给我闭嘴！哎呀，辛苦我的钱大间谍了。其实这个呢，就是给你买的，你最喜欢的口味，尝出来了吗？少冰多奶，嘿呀！哎，但是你想想，我为了拿到于天和王若谷的这个活动时间表，对吧？我还得让王若谷在正确的时间看见你跟于天见面，我费了多少力啊！你一杯咖啡你就打发我了？我想一杯不够呢，我只能用我后半辈子的每一天给你买咖啡喝了。你死了！我跟你说，我要是得了糖尿病，这也算工伤。别废话，走吧。果然上钩了，王若谷抛了800多万的股票，想把贪污的款洗干净，然后呢转移到国外。这么着急啊？一般抛售股票之后呢，证券公司会寄出对账单。他因为操之过急，再加上他的股票是多年前买的，所以他就忙中出错，把地址填成了默认的地址。袁老师告诉我，对账单就在他们离婚前的那个房子里头。我问袁老师拿了钥匙，我现在就过去拿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发你地址，咱们到时候那边汇合吧。你拿完东西你不回来干什么呀？还让我过去？哎，我感到一丝阴谋的气息啊！这是惊喜，也是一个……哎，你别管了，一会儿见面我告诉你啊，拜拜。陆巡，是你非要把我逼成这样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
您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杜岩生怎么那么难？没关系，他们那些手段都是吓唬人，我们两个人一起面对，这个都化险为夷了。给你看看东西。有了这个账单，王若谷绝对跑不了。AES 洗钱的计划马上就要彻底结束。不管，反正你以后不能再一个人去面对危险了。有什么危险，我们就一起去承担，一起去面对。我得去找了刘，看看他们家有没有什么。那我清醒了，是不是也烧没了？还真烧没了。所以清醒到底是什么？当年买票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无论22年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关系，我们都要一起去听这场演唱会。我曾经以为我们会以老板跟助理的身份去听，所以我编了很多的借口，不想约你出来。但是现在我们在一起，只不过错过了看演唱会的时间。果然，你和梦里一样都买了票。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，想听演唱会，我们随时可以听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演唱会。太大点声。最初的地方，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。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陆璇，谢谢你爱我，谢谢你一直爱着我。你也不能带我回到那个地方。你说你现在很好，而且喜欢回忆很长。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家人一样。王若谷已经被捕，估计儿子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咬死成意外。不过，一旦进入公诉，就会审查所有的私账、公账，到时青云抹平的账目也会被重新审查。青云计划的财务呢？接受调查了吗？警方正在找于天，不过一直不见人，估计是躲起来了。在警方找到他之前，让他闭嘴。是。董事长，爸，
您怎么突然回国了？我先去忙了。说了多少次了，女孩子额头要露出来，才显富贵。公司的事儿，你辛苦了，怪我对你的期望太高了。如果公司做不好，你还是嫁人吧。这种生意，也许你还更擅长一点。爸，这次是我用人不当，通过光华洗白的钱，我会想办法处理的，绝对不会影响上市的时间。你用人不当，就是兰家用人不当。董事会的那帮老家伙，整天到我这儿来告状。我头疼得很啊！爸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把那2个上不了台面的律师处理掉，堵住所有股东的嘴，一定不会再有任何的意外了。董事长，蓝总已经找了最好的会计事务所来评账，而且董事会那边我也说服了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，CEO 的位置，他一定就是蓝总的。有些东西啊，用来装点门面没问题，可如果一直要不断抽时间去修剪它，最后后悔的一定是你。你还有半个月时间，半个月以后，你哥就回来了。给你看样东西。我10岁那年捡到了这只受伤的小鸟，我求我爸救它，他却跟我说，这种杜鹃鸟为了抢占生存资源，母亲会将小鸟亲手推下去。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会想方设法把最弱的那一只挤掉。当时我就做了这个标本，目的就是为了时刻提醒我自己，永远不要成为那只被挤掉的小鸟。我要在我哥回来之前完成这次上市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了。我会给他人做嫁衣，又会成为我哥的垫脚石。当然，这些和你都无关。如果你选择不跟我继续走下去，我会毁掉所有的证据，尽量的保全你。但我也希望你知道，关于上市这件事情，没有人可以阻挡我。
如果可以回到相识的那一天，你会选择下公交车吗？哪有那么多如果？我现在已经下不了车。姐，干什么？没事献殷勤，给我下毒了？没有。你放那。你这是有事儿求我呀？啊？姐啊？刘诗韵的爸妈想见我，还想见见你和咱妈。可以呀，你小子进展神速啊！哎，见呗，等妈到时候旅游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见见啊。你怂啦？你是律师，不管是实习还是正式，人家一听就觉得贼有文化。我一个开健身房的，就怕刘诗韵他爸到时候觉得我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，配不上老刘。你真的是脑子笨啊！啊，人家要是觉得门不当户不对，人家见你干什么呀？人家不见你就算了呗，人家无非就是想看看你对人家宝贝女儿好不好。哎，我教你一招，到时候你就这样，你就把你那个奖杯一拿，你就这样双手奉上，说：“老刘，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荣耀。”成了。可是我拿的都是业余比赛的冠军，专业比赛我最高也就拿了第2名。第2怎么了？你在他心里是第1不就完了吗？谁教你的磨磨唧唧的呀？你放心，到时候我给你保驾护航，没问题啊。别媳妇。哎，姐，你最近和李崇文还有联系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是觉得他这个人吧，其实还不错。虽然你们分手了，但做不成恋人，做朋友也行啊。哼，这么大度啊！行，那我现在给老刘打个电话劝劝他，多跟他前任联系联系，大家做个朋友没什么不好。哎，不是，你别害我行不行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。不说是吧？行，那个我最近其实我这个工作上面有点忙啊，见家长的事情呢你就自己去吧。其实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啊，他爸就是那个拳击协会的会长而已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保证出入平安就可以了。不行，我啊，说不说？还不说？行，到时候我再给我招了。其实那天战鹰出事儿，我和老刘能及时赶到，是李崇文给我打的电话。话呀，接电话呀！是。哎，陈川，你姐夫觉得有危险，赶紧报警去战鹰协会。他师傅还特意跟我说了，让我不要告诉你。但我总觉得人家帮了你们这么大一个忙，还是得让你们知道。王若武吃空想问贫困生要回扣这件事情，李崇文也参与。于天说的补充协议也是李崇文的。我查了王若谷这几年的银行流水，
当年他给重维律所还有青云计划投资那30万里边，李崇文给了他10万的回扣。如果我们继续查这件事情的话，肯定会牵扯到李崇文。你怎么想的？他作为 AES 的法务总监，洗钱的事情他肯定是知道的。但是他再三提醒我们，那次有人来砸战鹰，也是他跟钱川说的。于情于理，我们都应该再拉他一次。你还记得吗？这是咱俩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，现在都已经修好了，想爬都爬不过去。你和陆巡叫我来学校谢法日观礼，是不是不单单是感谢我对钱山打电话？关于过去的事情，我觉得我应该亲口跟你说声抱歉。当年你拟定狼性协议的时候，我忙着毕业，没有顾及你的纠结和痛苦。每次我们一争吵，我就只会责怪你，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，对不起。但是我也没有想到，之前帮助你完成学业，让你完成律所梦的人，最后会把你推入深渊。你怎么知道狼性协议是我提的？我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回到了2011年，重新过了一遍我的大学生活，所以我看到了好多曾经我没有看到过的 B 面，包括你的。在那个梦里，你没有让秦奋签狼性协议，也没有接受 AES 的橄榄枝，你保持了你的初心和你的梦想。你和陆军是不是知道我帮王教授做了那事儿？我知道你们要做什么，但你也没必要编出什么做梦的理由来劝我。我和陆巡不一样，他出生就在光亮里，但我呢，10几年前，我拿了3000块钱去海州，我妈告诉我，那我家里全部的积蓄。你以为我愿意被资本压弯脊梁吗？我不愿意，那我能怎么办呢？你们嘴上说的正义很容易，那你知道要维护它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？但是你要想清楚 ，AES 洗钱的事情，我和陆巡马上就会向公安机关和银保监会检举。我之所以来找你，是我们还是觉得在检举之前要再劝一劝你。你自己知道自首的量刑标准，我们不希望你这么多年的苦学，你这么聪明的脑袋，给这样的一个公司陪葬。谢谢你提醒，但我现在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我现在唯一的筹码就是我自己。我很早之前把它拍到桌上，我离不开了。我觉得我们的立场也挺尴尬的，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你出了事情，你妈妈要怎么办？我没跟任何人说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在梦里你亲口跟我说的，你和你父亲的事儿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在那个梦里，你遇见了一个小孩，是勤奋的儿子。你知道，你父亲的人生被别人摧毁了，所以你不希望对那个小孩做同样的事，你不希望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变得像你一样，所以你才劝阻了他爸爸签狼性协议。我很抱歉，没有早点发现你的纠结，你的痛苦。但是李春晚，你一直可以下桌的，你一直都可以的。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但是我会在里面等着你。我好像又想到你上学时候的样子了，那么热情、真挚，对理想充满了希望。你呢？你还记得他吗？当时的我忙着实习，也没有参加毕业典礼。本来想着事业有成了再回来，结果忙着忙着，连站在法学院讲台上的资格都没有。下面有请荣誉校友陆巡学长为今日知识竞赛的获奖同学颁奖。人生路漫漫，大家毕业之后呢，每个人都走向了不同的道路，甚至有一天再遇到，大家会站在正反两方，成为彼此的对手。但立场永远是暂时的。只要学法的初心不变，法学院4年的同窗情谊不变，大家就永远都是同行的伙伴。下面请领奖学生上台。你是不是也不敢再听了？再听的话，你也会后悔。其实今天我还邀请了另外一位校友，10级的学长李崇文。校内校外，他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对手，最好的朋友。
请大家欢迎他上台，跟我们一起宣誓。我宣誓，自愿献身法律事业，挥法律之利剑，挥法律之利剑，持正义之天平，持正义之天平，除人间之邪恶，除人间之邪恶，守正法之圣洁，守正法之圣洁，积人文之底蕴，倡法治之文明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奋斗终身，奋斗终生。